就在最近几天，乌官方又爆出来了一个大瓜，乌军花费了数月时间，成功策反了一位俄军飞行员，让其驾驶一架米八直升机飞抵乌军机场。好家伙，这是要气疯俄高层呀！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8月23号，乌国防部军事情报总局发言人安德烈·尤索夫突然告诉路透社，几天前呢，俄空天军的一位飞行员驾驶着一架米八 AMTSH 直升机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投降了，降落在了哈尔科夫乌军的一处机场。最重要的是，当时该直升机正在执行运送苏27和苏30 SM 战机零备件的任务。而这也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架向乌军投降的俄军米八直升机。此外，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透露，很早以前呢，这位投诚的俄军飞行人员便和乌军情总局有所联系，后者花费了长达6个月时间，用于说服该飞行员投诚。期间呢，制定了详细的投诚计划。需要注意的是，乌军情报总局宣称，在此之前呢，这名俄军飞行员的家人已经离开了俄境内，现今正在乌境内生活。而在这次投诚事件之后呢，预计这名俄军飞行员将会获得约50万美元的奖励，换算下来约等于现金的4800万卢布。好家伙，这可比此前俄官方悬赏的击毁一辆北约坦克500万卢布的奖励高多了。与此同时呢，这架完整的米八 AMTSH 直升机连同机上的众多战机零部件则会成为乌军的资产，简直是赚麻了。要知道，米八 AMTSH 直升机作为米八河马中型运输直升机家族中的最新型号之一啊，该机呢最早于2011年列装俄空天军。与其他米八家族成员不同，米八 AMTSH 不但是一款运输直升机，还有着强悍的外挂火力，机身两边的6个挂架能够挂载多款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等，主要用于执行突击任务、火力支援等作战任务。不仅如此，该型直升机还配备了较为先进的光电对抗设备，可以干扰逼近的红外制导导弹。同时，该机还在关键部位加装了装甲防护结构。在叙利亚战争的时候呢，就曾有一架该直升机被地空导弹击中，但在爆炸硝烟散尽后呢，这架直升机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大摇大摆地飞走了。此后，该型直升机就获得了血条直升机的称号。基于其优异的性能，目前的单价在1200到1800万美元之间，再加上那些被乌军收走的战机零部件，这次乌军至少赚到了1500万美元。当然了，装备的价值还在其次，这名投诚的俄军飞行员才是重中之重。要知道，如果在战机发生故障时，让各国选择保战机还是保飞行员，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选择飞行员。原因很简单，虽然战机的造价非常昂贵啊，但摔毁了之后依然能在短时间内补充。与之相比，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花费的时间并不比造一架战机低，甚至更高，而且花费若干年的时间。这一点呢，其实从二战中就能看出。在二战末期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空军一下子损失了数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后期都非常缺乏有足够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以至于日空军许多战机只能停留在机场。由此可见，飞行员是有多么重要。此外，这名俄军飞行员脑中还记载了大量俄军的相关情报，这对于乌军来说也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据报道称，由于乌情报机构只策反了这名俄军飞行员，但当时直升机上一共有3人。在意识到飞行员将直升机降落在了乌军机场后，其他2人曾试图重新起飞直升机逃走，但被早有准备的乌军士兵击毙。而在这篇报道出现的当天呢，俄境内的一个与俄空天军关系密切的俄军博主 Feta Boba 却道出了不一样的说法。该博主宣称这架叛逃的米八直升机是因为迷航才误降乌军机场的，并且表示，虽然乌方发布的直升机照片属实，但机上当时的3名机组人员，当他们发现降落地点在乌机场时，曾试图返回俄罗斯，却在重新起飞时遭到乌军袭击，导致2名机组人员阵亡，飞行员被俘。同时，该博主还驳斥了乌军有关已经将这名俄军飞行员家属转移到乌克兰的说法，声称仍与他们保有联系。那么，到底谁的说法是真的呢？首先，如果乌军情报总局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劝降那名俄军飞行员的呢？大兵猜测过程可能是这样的。
时间来到2023年2月的某一天，在天上飞了一天的奥尔夫疲惫地回到自己的临时住处，拿着手机无聊地翻看着一些短视频，但心思呢根本不在手机上。奥尔夫想，今天又有一名老朋友死了，我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突然手机的震动让其回了神，他收到了一个来源不明的短信：你想要活下去吗？一开始奥尔夫并没有在意，我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安定的生活。这引起了奥尔夫的兴趣。你是谁？想要干什么？我来自乌克兰，目的是劝降。奥尔夫心中猛地一紧，我不会投敌的，别再发消息了，你可以再考虑考虑。奥尔夫没有再回消息，但种子已经埋下了。2023年4月的某一天夜晚，正在烦恼的奥尔夫再次收到了神秘信息：你考虑好了吗？你们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了，只要投诚，你就可以不用再上战场了。想想你的家人吧，投诚后你将得到一大笔奖金。看着手机上的内容，奥尔夫想到今天本在自己前面飞行，却被突然来袭的导弹击落的队友。还没有，再给我一点时间，再一点点，期待你的好消息。与此同时，一处神秘的乌军基地里，一名乌军情报人员递出了报告：目标已动摇。2023年6月的某一天夜晚，结束了一天的行动，奥尔夫回到了临时住所，拿着手机正发呆，心想：那个雇佣兵头子怎么敢呢？听说他已经推到莫斯科了，我必须做点什么。看着手机上那串被自己隐藏的号码，奥尔夫首次主动发起了信息：你们想要我怎么做？过了没多长时间，就在奥尔夫以为对方已经放弃了自己时，短信来了：我们需要诚意，朋友。我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们必须确保我和我家人的安全。可以，我们会安置他们。看着手机上的内容，奥尔夫莫名地松了一口气。2023年7月的某一天夜晚，奥尔夫静静地看着手机：你的家人已经安置好了，你应该已经通过话了。我等待你们的命令。很好。2023年8月的某一天夜晚，你明天将驾驶一架米8直升机运送一些战机零件是吗？对，还会有另外2名人员跟随。是时候了，你明天飞抵这个坐标，荣耀属于乌克兰。收到，荣耀属于乌克兰。之后的事情呢，就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名俄军飞行员投诚了乌军。其实这样的事情早就不是首次发生了。在今年6月份，网上曾有一个视频显示，一名俄军士兵冒险渡过河流，打着白旗，遵守投降流程，向乌克兰士兵投降。而这些投诚的俄军之所以相信乌军不会在过程中出手，还是出于去年乌军高层提出的一个项目。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在与俄军作战的过程中，乌军高层们突然意识到，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不仅是武力，还包括心理。于是他们便开通了一条名为“我想活下去”的热线，旨在为那些想要退出战争的俄军士兵提供一条道路。该项目最初是由乌警方运营的，自从去年9月中旬以来，该项目已经有了一个由军方运营的升级版，主要在一个名为 Telegram 的社交平台上运作。期间呢，俄军士兵能通过 Telegram 上的聊天机器人提供个人数据，乌当局呢会用这些信息来筛选哪些是真正准备投降的人。同时，热线小组会负责为来电者提供明确而简洁的指导，并且剔除那些可能是俄情报机构的人。截至至今，乌军方虽然没有透露出有多少俄军士兵通过该项目投降，但战俘事务部发言人维塔利·马特维延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每天都会接到50到100个电话和电报，并且表示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比如去年7月到11月的赫尔松反攻期间，俄军士兵对这项服务的兴趣达到了顶峰。以此推测的话，通过这条热线投降的俄军士兵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上万人，而且这个数据未来必然还会再次提高。因为在8月9号，社交媒体上突然出现了2段视频，其主角便是俄军第1822营指挥官托莫夫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少校。托莫夫在第一段长达14分钟的视频中，首先表示了对于这场战争的歉意，并且声称他所率领的第1822营目前内部士气低落，损失惨重。截至8月6号，该部队已经损失超过25%。随后，托莫夫还呼吁俄军士兵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向乌军投降。基于此前托莫夫在赫尔松军中的声望，未来必然会有大批的俄军效仿，届时俄军的处境会更加堪忧。好了，讲完这些，
那么如果俄军博主说的情况才是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就算俄博主说的情况是真的，对于俄军来说那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只能证明导航系统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虽然说此前随着越来越多的苏34战机被击落，当时以至于英国国防部长直接揭露了俄式装备的缺陷，他宣称驾驶苏34的俄军飞行员正在使用贴在仪表盘上的 GPS 接收机，只因其内置导航系统质量很差，或者说内置导航不敌民用的 GPS， 因此俄军飞行员只能依赖于民用的 GPS 进行导航的辅助工作。但是呢，由于民用 GPS 的精度不高，使其只能提供大致方位，对实施精确打击提供不了帮助。那么当时这件事情一经报道，外界很多人纷纷疑惑，俄罗斯不是有自研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吗？为什么非要在使用美制系统呢？原因在于根据一些媒体报道，俄罗斯自研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在精度和覆盖面等方面存在许多缺陷，无法满足现代战争中对于导航精度和速度的要求。因此在现实情况下，俄军飞行员就只能依赖 GPS 系统进行作战和导航。但是在战时使用 GPS 系统，美国想动手脚那可太简单了。这次的事件背后呢，就有可能存在美国的身影。此外，如果俄博主属实的话，那么乌军散布假消息就很耐人寻味了。大评猜测，乌军应该是想借由此事进一步打击俄军的士气，毕竟这半年以来呢，俄军的士气一直都很低迷，再加上6月份的兵变事件，乌军如果能击溃前线俄军的士气，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接收大量的俄军投降的士兵，进一步降低收复失地的压力。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早在去年俄总统普京进行部分总动员时，俄国内民众的反抗情绪就相当高。当时为了逃避动员，俄国内一些处于征召范围内的男性甚至想尽办法地逃离祖国，前往格鲁吉亚等邻国进行避难。先后有数万俄民众涌向边境的拉尔斯检查站，一度造成了数十公里的交通堵塞。从这就能看出，俄民众非常不赞同发动侵略战争。那些被动员的士兵士气自然也就高不到哪儿去。不仅如此，俄军指挥官的一系列离谱操作也是导致俄军士兵低迷的原因之一。就比如说在新年之初，马基耶夫卡镇的俄军受到乌军海马斯的打击，导致数百人伤亡的新年惨案，原因就是部队指挥官的离谱操作，他将新兵和弹药安排在了一起，这才导致如此惨重的伤亡。不仅如此，在今年6月14号，包括基辅邮报和 Euromed Press 在内的多家乌境内媒体向外报道称，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远程打击了位于加里尔哈赫岛上的5个俄军营地，导致俄军至少损失了200人。而在乌军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中呢，我们不仅能看到俄军早上列队点名训话的场景，还能看到俄军将重装备密集地停放在一处。结果却在乌军海马斯发射 M30 系列制导火箭弹打击，导致100到200名士兵伤亡，数十台装备被摧毁。其实原本乌军的这次打击呢，俄军的伤亡不至于那么大，究其原因就在于那天俄军第20集团军司令苏拉布·艾哈迈多夫少将突然让俄士兵集中等2个小时听他演讲，结果苏拉布没等到，却先被乌军无人机发现了，随后就等来了乌军为演讲送来的火箭。而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呢，俄军不仅士气低迷，基层士兵与高层指挥官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大。总结来说呢，不论这次的叛逃事实究竟如何，对于乌军来说，那都是稳赚不赔的，不仅几乎白赚了一架米八，还进一步打击了俄军的士气，可谓是一举多得。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